2024赌王千金何超仪的最新恐怖片《愿博》，今天她终于来了。该片融合灵异、民俗等邪教元素，将恐怖氛围直接拉满。曾因宣传海报尺度过大惨遭多次下架，何超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道歉，并自嘲电影本身比海报还要恐怖版。妊婦なんだから休んでなきゃダメでしょ。电影开始，何超仪饰演的女主萨拉被渣男搞大肚子后惨遭抛弃，并用超能力让她来到这个遍地都是禽兽的东京，准备送给她一处房产作为补偿，让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可当她来到此地后，发现一切都事与愿违。由于美国总统的突然到访，导致预定的酒店无法入住，于是被房产小谭带到一处破旧的私人民宿前，帮他租下900多平米的公寓，总面积占整个商业区的 85%。 可尽管如此，萨拉还是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。离开前，小谭不禁讽刺道：不愧为香港第一机神，这么短时间就将总裁拿下。殊不知就在两人互对时，一双眼睛正在暗中注视着两人，紧接着一对双胞胎女孩突然乍现眼前，对着萨拉露出诡异的威胁。好在关键时刻小谭挺身而出，原来他们也是这里的住户。由于房子太旧，平时根本没人入住，于是房主就免费把它提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。如果嫌弃的话，他可以立马将这些人赶走。随后两人来到一家餐厅聊天时，无意间得知原来莎拉的母亲就出生在日本，这些年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只知道母亲为了宗教信仰抛弃了家庭，虽然有些介意，但也無能為力。為了緩解尷尬場面，小譚表示他在這裡學會了什麼叫我是沙比。沙比即係茶席，係一種日本人嘅哲學嚟。隨後給薩拉遞上一塊赤身，在上面放上一小塊芥末，讓他沾着秘製料汁一口吞進嘴裡。薩拉細細品嘗後發現果然很挖腮，因為有了芥末才能嘗到刺身真正的鮮味，同時將芥末的辣味很好的隱藏起來，這樣才能獲得溫和與情調，但分量過多也會令人血脈膨脹。酒足飯飽過後，小譚表示天色已晚，邀請他到附近的情趣旅館大戰一場。誰知薩拉聽後瞬間暴怒：喂，啲黐線人叫我爆房，收仔啊！你翻嚟群你老母啊！你唔好再提老母啦，行啦！逃離魔爪後，薩拉一臉失落地站在陌生的街頭獨自買醉。就在這時，一位神婆向他伸出援手，薩拉好奇地走上前，對方一眼看出他的母親是個日本人，而且他正在向他人求助。話音剛落，手機上收到一條短信，原來是小譚對剛才的行為表示道歉，並將民宿的地址發給他，讓他今晚在那裡過夜。然而就在他抬頭的瞬間，神婆卻消失不見。薩拉被嚇得撒腿就跑，乘坐出租車來到之前的民宿，敲響房門後發現房主是一個老太太，親自將莎拉帶到樓上的房間。一開門，一股惡臭撲面而來，空氣中彌漫着腐爛的味道，不停閃爍的燈光讓原本昏暗的房間更加陰森恐怖。隨後老太太從口袋掏出一瓶不明液體，強行塗抹在她的嘴唇，然後露出一臉邪笑轉身離開。莎拉被嚇得菊花一緊，趕緊關上房門，驚恐地發現桌子上居然擺着一本詛咒秘籍，上面全是各種虐待女人的酷刑。薩拉不敢多想，只希望今晚能平安無事。誰知剛躺下就聽到屋外傳來異響，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從牆上的洞口向外望去，結果差點被嚇出豬腳，讓內心的恐懼感再次升級，甚至感覺玩偶的眼睛都能看透你的靈魂。薩拉被嚇壞了，躲在被窩裡瑟瑟發抖。然而下一秒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小譚不請自來。薩拉表示自己昨晚看到了鬼，說着就要拿起電話報警。小譚急忙打斷說那只是一場噩夢，即使真的看到了鬼，警方也不會相信，除非他們找到死者的屍體。這時莎拉突然想起昨晚遇到的神婆，堅信這裡一定發生過命案，就算掘地3尺也要找到屍體。無奈之下，小譚只好掀開地板裝模作樣的尋找起來，結果一腳踩空，不小心掉進深坑，真的在裡面看到一顆白色骷髏。於是兩人立馬來到警局報案，可等了半天也沒人接應，因為住在民博的人無論發生什麼都不會報案，所以警方也不願理會。就在兩人爭吵時，一位高級警司山田走進房間，小譚以為他也像其他日本人一樣聽不懂英文，沒想到結果卻出乎意料。How long more do we have to wait? They don't fucking speak English. Mr. Oyamada from Shinjuku Police Station. And I do speak fucking English. 山田得知薩拉住在民博後，開始懷疑他向警方隱瞞了事實，勸薩拉坦白從寬，否則只能繼續待在旅館，而且在案件調查清楚前不能離開日本。隨後法醫對屍骨進行檢查後，在頭骨上發現一個明顯的指紋，如果不是薩拉和小譚的說明，背後另有其人。哪個民博會在地板下藏着一具骸骨，說明那裡一定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於是讓山田對那裡所有的住戶進行檢查。在此特別說明一下，女法醫是山田的妹妹小田，看到哥哥整日酗酒非常惱火，提醒他現在不能再犯任何錯，之前就因為一個小小的失誤導致報案人被殺，
因此被降级成为安全课的讲师，主要负责到养老院和幼儿园做防火演练。谁知两人刚离开，甜妹就听到骨头里传来虫子撕咬的声音。另一边，萨拉准备连夜跑路，结果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消失不见。下一秒，一个黑影突然闪过，透过墙上的小孔发现被带到另一个房间。然而，就当他过去寻找时，身后再次传来异响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撞倒。从房顶上看到一段极其诡异的画面，仿佛自己就是里面的妓女，被男人不停羞辱。随后一脸猥琐地走到他面前，想和他生个漂亮的女儿一起接客。下一秒，萨拉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被房东老太太和2名租客团团围住。萨拉一眼认出她就是刚才袭击自己的女人，女人表示自己并无恶意，是警方让她保管好她的行李。随后老太太递上一片止痛药，问她是否怀孕，如果怀孕的话就不能服用。可萨拉根本不在乎这些，直接抢过药片一饮而尽，然后就要起身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不料女孩却说出全世界最大的谎言。 Don't worry, you're in the safest country on this planet. 为了将萨拉留下来，老太太甚至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住。与此同时，山田从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老明伯的文章，网友号称那里是传说中最恐怖的古宅，像会出现作夫童子的那种房子。就在这时，同事找到山田，表示那里战前曾是一家妓院，鉴定结果显示头骨上的指纹来自一名杂志社的记者。而更诡异的是，那并不是人类的骸骨，而是猿类。山田有些难以置信，立马找到妹妹对峙，结果被告知这并不是普通的猴子，在他骨骼里发现大量寄生虫，数量如此惊人，肯定有人故意这样做。一旦被寄生虫吞噬，宿主会感到强烈的疲惫感，然后渐渐失去行动能力，最后从内脏到骨髓吃得一干二净。但奇怪的是，那名记者为什么要碰这副骸骨？也许他应该知道些什么。还有，发现骸骨的萨拉很有可能已经被病毒感染。可山田并不在意一个外国人的死活，果然当天晚上萨拉就感到身体不适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火焰包围，全身发热。就在这时，屋外突然传来公公公的声响，莎拉被吓得躲进被窝瑟瑟发抖，让她感觉到无比的恐惧和不安。紧接着一只大脚再次出现，萨拉以为又是一场恶作剧，冲出被窝警告对方不要再装神弄鬼。你唔好扮嘢喂，出嚟啊！我識精子啊，我唔怕鬼啊！我有咩三長褲短，我做鬼都翻嚟揾你。本来想以此来震慑对方，不料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彻底震惊。从镜子里看到红衣阿飘的身影，萨拉被吓得连连后退。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声响，透过墙上的小孔看到妓女正跪在男人面前，祈求他让自己回国。他不想让肚子里的孩子在日本长大，可结果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。这一刻，女人彻底黑化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萨拉突然从梦中惊醒，看到所有人正在床边注视着自己，内心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小谭表示，他整整昏迷了3天3夜，在秃头男的救治下才清醒过来。他以前是名医生，专门为没有医保的外国人治病，可萨拉根本不在乎这些，让小谭赶紧带他去机场，尽快撤离。不料对方却说航班早就被取消，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，还不能离开。另一边，山田来到杂志社了解情况。金村丽奈之前确实在这里工作过，但在调查明博后却离奇失踪，至今他的私人物品依然被保留着。山田本想从里面找到一些线索，结果却被长发男及时制止，警告他没有搜查令，不能随便动别人的东西。无奈之下，山田只好妥协，离开前偷偷拿走桌上的日记本。回到警局后，第一时间找到妹妹，将日记本交给她看看里面有没有有用的线索。谁知两人刚离开，妹妹就被一个陌生男盯着，一路尾随到警局，让他交出手中的日记本。而他正是刚才在杂志社接待山田的大壮。可当他转头的瞬间，对方又消失不见。下一秒，一只鬼手突然出现。甜妹以为产生了幻觉，并没在意。然而下一秒，与此同时，萨拉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整天被噩梦困扰，不清楚自己到底得了什么怪病。虽然她打过胎，但那都是前男友指使的。秃头男听后递给她一杯白色药水，萨拉以为是退烧药，直接一饮而尽。下一秒，脑海中再次闪现出妓女的画面。这次男人找来一位顾客，答应他到时候把幼女的第一次提供给他。女孩终于见识到日本人的丧心病狂，急忙找到好姐妹劝她逃出这个肮脏的国家。现在身为妓女的她无处可逃，如果自己发生意外，希望她将女儿带走，到时候帮她找个好人家就行，留在这里只会成为娼妓。可闺蜜因为胆小，却不愿意替她冒险。女孩唯一的希望破灭，一脸失落的瘫坐在镜子前，眼神中充满仇恨，内心产生一个邪恶的想法。与此同时，甜妹刚来到洗手间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她以为外面有人，便提醒对方，结果对方不但没收手，反而比之前更加疯狂。
甜妹被吓得不敢出声，等一切安静下来后，才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。没想到此人正是明博里的老奶奶，向她打听日记本的下落。甜妹被整得一脸懵逼，但转眼间又消失不见。甜妹急忙跑出卫生间，看见老奶奶一脸邪笑地走进更衣室，可当她追上去后，里面却空无一人，只在地上见到一团散落的麻绳。疑惑之际，大壮突然乍现眼前。镜头一转，大壮浑身是血的站在楼顶，将绳子套在脖子上一跃而下。警方这边终于查到明博真正的主人。走进黑暗的地下室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仿佛一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他们，让人后背发凉。两人凭借微弱的灯光不断向前摸索。本川走进房间后，看到一个铁柜正在不停晃动，而且里面传来恐怖的呻吟声。他颤抖着上前查看，不料里面却空空如也。可当他关上铁门后，柜子又晃动起来。然而下一秒，山田听到惨叫，赶紧冲上前查看，发现本川已经被打倒在地，而袭击者正是报社的长发男，仿佛被邪灵附身一样，完全失去意识，胳膊上刺着某个邪教符号，不停向上帝忏悔，随后当着山田的面将自己一刀封喉。与此同时，萨拉这边比他们更加刺激，被面具男强行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来回穿梭，体验了一把前所未有的快感。一阵跌宕起伏的运动过后，莎拉终于从梦中惊醒。这时老奶奶端来一碗用蛆虫做的粥，二话不说强行塞进萨拉嘴里。萨拉被恶心坏了，冲进厕所呕吐起来，不料一抬头再次被带进梦里。看到妓女那段悲惨的遭遇，原来老太太就是罪魁祸首。女孩刚来到日本就落入虎口，被他们囚禁起来，被迫成为妓女。そうですね。另一边，山田刚回到警局就收到妹妹的死讯，冲进房间后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震惊，其残忍程度简直令人无法直视。不敢相信妹妹当时遭受了多大的痛苦，失去亲人的伤痛如同一把利刃刺进她的心脏，让她感到孤独和无助。冷静过后，山田将悲伤转化成愤怒，复仇的热血让他全身充满力量。第二天，一轮红日缓缓升起，预示着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山田来到丽奈的住所后，从她闺蜜的口中问出她的位置后，立即驱车前往。与此同时，同事将老太太带回警局连夜审讯，结果只说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就在山田好奇的追问时，突然从后视镜看到老人的身影，但转眼间又消失不见。从电话里警告他立即归还日记本，这让他更加确定里面肯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立马来到精神病院寻找丽奈小姐。不料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震惊，此时他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，完全失去意识。就像臧克家所说的，有的人活着，其实他已经死了。山田不想放弃任何机会，问他日记本上的邪教图案是什么。谁知下一秒，丽奈突然性情大变，仿佛受到某种刺激，全身抽搐起来。另一边，萨拉在老太婆的照顾下，每天除了学习日语就是睡觉，24小时在她身边看守。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蛊惑成为一名合格的妓女。夜幕降临，莎拉发现老太婆睡着后准备逃跑，小心翼翼地向屋外挪动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不料刚来到老太太身边一旁的电话突然响起，一抬头发现老太太从镜子中注视着自己，萨拉被吓得撒腿就跑，谁知刚来到走廊就被一个男人用保鲜膜牢牢包裹。同时异世界的女鬼也遭到袭击，仿佛两者被某种超自然力量紧密相连。9ヶ月ただ飯食わしたのは逃がすためじゃない。逃され。萨拉用力挣脱后，急忙向屋外跑去，结果由于视线受阻，不小心踩中陷阱。但为了活命，他只能强忍疼痛继续逃跑。刚跑出房间，一不小心摔倒在地，紧接着突然感觉到一阵腹痛，原本平坦的小腹瞬间隆起。惊慌之际，老太婆再次出现。妊婦なんだから、休んでなきゃダメでしょ。另一边，山田终于从日记本中找到一些线索，认为那个叫千代的女人一定和那间民博有关，希望上司允许他亲自上门调查，确定那里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否则发生意外后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结果却被上司无情拒绝，劝他不要在这疑神疑鬼，并让下属将所有档案交给刑事组处理。山田敢怒不敢言，只好妥协。随后本川让他看了一张照片，表示这是之前从萨拉手机上找到的，很明显当时他的母亲怀有身孕。就在这时，山田发现他胳膊上居然也有那个诡异的符号，而且小女孩的发卡上还有一面英国国旗，正好和日记本上的描述相吻合。看来他的母亲就是那个叫千代的女人。
山田预感不妙，立马冲出房间，驾车向那里跑去。此时萨拉被一群邪教分子团团围住，给他戴上恶魔面具，准备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用法术加物理攻击的方式帮他快速破水。在人们的欢呼声中，一股清流喷涌而出。看到如此壮举，所有人内心充满喜悦，将萨拉抬过头顶，一边欢呼一边向产房走去，准备在这里迎接新生命的诞生。在这些老少爷们的帮助下，红衣女顺利产下一名女婴。可轮到莎拉时，却突然来了一个闪转，然后凭借强大的求生欲拼命向屋外跑去。可这些人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直接将他逼到角落，掉进黑暗的地下室。没想到居然在里面见到那名红衣女子的尸体。通过超自然联系，亲眼目睹女人所遭遇的一切。生完小孩后，女人就被这群禽兽囚禁起来，永远留在这里给他们提供母乳。女人每天处于无尽的黑暗之中，眼神中充满无助和绝望。更禽兽的是，为了提高产量，男人每天用青蛙血对她进行喂养。残忍的一幕让莎拉彻底震惊，走近一看，发现干瘪的皮囊下居然还有一丝人气，皮肤完全贴在骨头上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榨干最后一点价值。就在这时，山田终于找了过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被挂满的白骨，犹如人间炼狱一样恐怖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地下室，终于见到被囚禁的萨拉，谁知刚一开口就被一个男人从背后偷袭，然后用银针对准太阳穴刺穿他的头。山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很快没了动静。随后男人来到红衣女的尸体前，从干瘪的皮肤下挤出一些血水，冇嘢，好值錢㗎。还嘲笑那些愚蠢的二 B 青年，居然相信灵魂可以改变世界，不但不怕鬼，还对未知的恐怖感到好奇。他要让所有人臣服于千代大人之下。就在这时，老太婆走进地下室，怒斥男人不要偷吃禁果，然后来到尸体前直接吸吮上面的乳汁。而更变态的是，此人竟然是老太婆的母亲，一旁的男孩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所以说日本人天生就是个变态，一点也不为过。肮脏的人性简直震碎我的三观。老太婆认为光明是從禁忌关系中萌生，总有一天母亲能起死回生，让萨拉生下孩子后代替他永远在这里提供母乳。ここで赤顔に父を与え続けるんだよ。そのために産んでやったんだよ。萨拉不敢相信眼前的老太婆竟是他失踪多年的母亲。当年为了信仰，带着还未出生弟弟来到日本，和邪教徒一起完成多起连环凶杀案。20多年来，无能的警方愣是没有发现。随后，萨拉再次被抬回产房，准备迎接新世界的诞生。趁这些人兴奋之际，萨拉拖着受伤的身体爬出房间，只想尽快离开这个人间炼狱。可这些变态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直接将他扔进地下室囚禁起来，像红衣女奶一样成为他们产奶的工具。还有之前被袭击的山田其实并没有死，完全失去意识，像丽奈一样变成行尸走肉。电影最后，老太婆收到一条短信，准备迎接下一个2 B 青年的到来。監禁された女の骨聞きたい。その女の哺乳持ってるらしい。何？ガチ系？いや、ガチだからいいんだよ。いや、絶対バズる。